2025年9月1日，河内进入节日的节奏，街头的清晨比往常更早苏醒，小贩在门口摆开一天的生意，国旗在屋檐与阳台之间连成红色的海绵，志愿者把小旗递到行人的手心，老城区的灯光在傍晚次第点亮，湖水把霓虹折成细碎的光斑，年轻人围着环建湖排练合唱与队形，军乐队的音符从远处缓缓靠近，像一段正在酝酿的序章。午夜之前，长安大道已聚起人潮，隔离栏把秩序细致地分出边界，转播车与摄影脚架一字排开，城市像拉开了一道看不见的帷幕，等待第二天的正点时刻。9月2日的日光掠过屋脊，露水还在草叶上闪着冷意。河内醒在鼓点与号角之间，市民从四面八方汇聚主轴大道，老人带着勋章步履稳健，孩子举着小旗目光明亮，军人整齐列队，步幅如同刻度，志愿者在路口引导人流方向，国旗与军旗在风中展开成波浪，旗面随着阳光移动而起伏。广播中的旋律从庄严走向昂扬，空气里凝定又克制的热烈升温。每当车队或方阵转入视野，观众席像风中的麦浪层层涌动，掌声与欢呼沿大道滚动向前。礼炮之后，军乐齐作，阅兵在统一的时间节点开始，步伐在地砖上敲出清晰节拍，步兵方阵以毫米级精度推进，钢枪在口令中完成整齐抬落，装甲方队在阳光下呈现冷冽光泽，线条在镜头里汇成力量几何，空中梯队划过蓝天，留下白色航迹，节奏平直干净而克制。看台上有人随口令低声默念，有人自然的举手与节拍合拍，有人安静注视像与过去对话。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入场，掌声像潮水从远处卷来，再从近处推向更远的方向。整齐挺拔与准确是第一印象，每一次摆臂如同量角器的刻度，每一次落脚稳准而有重量，每一次持枪转换干脆利落，标准本身成为一种美感。阳光照亮专注的面庞，沉着在镜头里清晰可见。许多观众举起手机定格此刻，有人挥手致意表达礼貌，有人比出心形传递善意，也有人只是点头表示认可。礼仪与风度把距离迅速拉近，友好与信任在这一刻被显影。阅兵是一面照见现实的镜子，也是一面照见历史的镜子。独立的路径在今天仍然清晰。1945年的宣告是第一声自我命名，随后漫长而沉重的战争吞噬家园。1975年的统一为国家落下关键注脚。战争终结并不等于问题消失，重建意味着粮食与住房的再次安排，就业、教育与医疗都要从头开始。越南花了很久修复城市的肌理，也修复心里那些看不见的裂痕。人间烟火重新回到街巷，集市与学校重新拥挤起来，国家在一个个朴素的日常里站稳脚跟。1986年的革新开放成为转折，像一扇向外推开的窗，带来空气对流，眼界被拉远，规则被重写，生产流通与分配走向市场的轨道，企业被允许试错，地方被鼓励探索，外资带来资本与技术，本土厂商在学习中形成配套，
从纺织皮具与家具到电子与机械，再到零部件整机与软件服务的升级，产业梯度逐级铺展出新的地貌。北宁太原海防与北江连成北部走廊，平阳同奈隆安与钱江织成南部网络。厂房之外交通向血管向外延伸，公路港口机场与跨海大桥城市轨道交通相互衔接，区域之间的流动更快更稳也更省。城市气质在这些年变得立体，河内把历史与现代装订在同一页，鼓楼与湖水在街巷里并置，秩序与生机彼此成就。胡志明市像加速运转的引擎，金融创投、跨境贸易与文创聚拢在核心商圈。岘港让海风与科技在同一条海岸线相遇，数字产业园区与宽阔沙滩构成新的想象。海防与广宁一端连港口，一端连旅游。下龙湾的海屿山在镜头里是明信片，在地方财政里则是实打实的产业结构。公共服务持续进化，塑造城市内核。地铁开通首日，排队像一条安静的河。环城高速合龙压缩火车的通行时间。新建的校舍与医院人声鼎沸。与基础设施一同上升的是群体心态与社会议题。节奏变快以后，焦虑与梦想同时增多。咖啡馆里的年轻人讨论着下一轮融资与产品迭代。工厂的技师在生产线上调校设备，记录数据。夜市摊位的创业者用直播把商品卖到更远的地方。城市里有加班到深夜的灯，乡村里有不断被修补的路。家庭在选择是把孩子送到大城市的大学，还是留在本地的产业园区学习一门过硬的技能。青年在选择是去跨国公司做工程师，还是和几个朋友在一间共享办公室里开始新的赛道。选择的增多就是社会弹性与上升通道的增多。越南与世界的连接也变得更深，多边与双边合作框架交错叠加，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了关税与制度性摩擦，供应链在区域内重构。越南承接了大量面向全球的生产环节，同时也在更高端的设计、测试、品控与品牌环节上不断追赶。港口里远洋船舶与驳船配合在潮汐表上周而复始的工作，边境口岸货车昼夜往返，机场里转机的背包客与出差的工程师在登机口前交错而过。语言、饮食、节日与审美在这种流动里彼此摩擦、彼此借用，形成一种新的日常风貌。咖啡的做法更多了，音乐榜单的来源更广了，服饰的剪裁里有了新的线条。阅兵把这些年潜移默化的变化浓缩成了一次可见的仪式。秩序、纪律、时间协同是军队的语言，同时也是现代化工业社会的语言。一支方阵的整齐不只是单个士兵的训练到位，更是整个组织在目标、流程、标准与反馈上的一致。一个国家能够把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某一刻调度得井井有条，本身就是能力与信心的体现。观众在看这种一致性，看步幅在标尺上不偏不倚，看车辆在转角处保持固定半径，看空中队形在风里仍能保持稳定间距。看似只是仪仗，实则是把精确、守时与可信赖这样一些现代社会的关键词，用一种尤为直观的形式展示出来。在这样的语境里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亮相具有额外的象征意义。它把礼仪与专业纪律与美感、传统与现代并置在同一条推进线里。它把两国之间的互尊与互信化成了某种可被公众直接感知的形态。许多时候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普通人来说是抽象的，但一个标准化到极致的步伐，一面迎风而不卷的旗面，一声整齐划一的口号，
会让抽象变得具体，让在场感、亲近感与可信赖感自然生成。掌声与欢呼不是偶然，是这种可感知的品质带来的及时反馈。如果把时间拉长到几十年的尺度，越南近年的发展轨迹也可以从另一些维度被理解。其一是产业链的爬坡，从以价格参与竞争到以质量争取订单，再到以交期与稳定性成为首选，背后是标准化、数字化与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。其二是区域协同，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各有优势，从电子机械到农业与旅游，各个板块在分工中互补，在竞争中进步。其三是外部开放与内部优化同步向前，外部靠规则市场与伙伴，内部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与持续改善的公共服务。其四是人的变化，教育程度上升，职业选择更宽，女性就业与公共参与度提高，青年文化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扩展，社会的中枢习惯从凑合向讲究，从差不多向对得起变化。当然，所有前进都伴随挑战。全球贸易周期的波动，新技术带来的岗位结构变化，人口迁移给城乡平衡提出的难题，生态与工业之间需要找到的边界，文化多样性与规范之间持续的磨合。这些题目没有容易的答案。越南面对这些难题的方式，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尺度里做稳健的选择。一方面用制度增强确定性，让市场与社会对未来有预期；另一方面保持对新事物的开放度，让技术资本与人才能够更顺畅地流动。困难不会凭空消失，但可以被看见、被拆解、被按部就班地解决。把镜头拉回阅兵本身，这是一场关于形的艺术，也是一次关于意的表达。旗帜是形，诗词是意，步伐是形，信念是意，车辆与战机是形，国家安全与秩序是意。他们在仪式里交织，把集体记忆、现实自信与未来抱负叠合到同一时空坐标里。当天的河内，太阳移动着，影子在地砖上缓慢地走，时间因此被每一支方阵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声口令分割成细密的刻度。仪式结束时，掌声仍在空中回响，人们从看台与围栏边离开，走向各自的生活场景。有人赶回工位继续值班，有人和家人去吃一顿节日的午餐，有人去探望许久未见的老师与亲友。仪式把人们暂时凝聚在一起，生活又把他们温柔地放回到四处。